我爸来家里小住的第2天，老婆就搬去了书房。他说男女有别要避嫌。我爸做饭他不上桌，我爸看电视他回房间。整整2个月，他像躲瘟神一样躲着我爸。我爸走的那天眼眶湿润了，却什么都没说。1周后，丈母娘刘凤霞提着行李来了。妈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我默默订了高铁票，他看到我的行李箱愣住了。你这是要去哪儿？避嫌啊，男女有别。我爸来的时候带来的行李箱里塞满了从老家院子里摘的蔬菜。老婆顾安然表现得还算客气。第2天晚上，我洗完澡出来，发现顾安然抱着枕头站在卧室门口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她表情有点不自然。我今晚去书房睡。为什么？爸在家里总归不方便，男女有别，要避嫌。我愣住了，避嫌？跟我爸那个把他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的公公。我看着他，觉得他像个陌生人。从那天起，这个家就变得无比诡异。我爸精心准备的饭菜，顾安然开始找各种借口不吃。我爸在客厅看电视，他回来就目不斜视地钻进书房，连一声爸都懒得喊。我爸给他洗的衣服，他又从晾衣架上拿下来，重新扔进洗衣机再洗。我质问他为什么，咱爸年纪大了，衣服洗不干净。我爸听见了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地把顾安然所有的衣服都挑出来放在一边。原定1个月的探亲变成了一场漫长的煎熬。我爸为了不让我为难，处处小心翼翼。他白天不出房门，等顾安然上班了才出来活动。顾安然在家的时候，他连电视都不开了，怕吵到他。1个月到了，我爸没提走的事，我知道他是想多陪陪我。可顾安然的避嫌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他开始整夜不回家。我看着我爸沉默的样子，心如刀割。第2个月的最后1天，我对我爸说：“爸，你回去吧，我这边没事，你放心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”沈彻，爸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没有，爸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是我没用，让自己的父亲在儿子家里受这样的委屈和羞辱。送我爸去高铁站那天，我爸拉着我的手看了又看，他说：“沈彻，过日子忍忍就过去了。”我看着他斑白的头发，什么都没说。我爸走了，那个为了我忍气吞声了2个月的男人走了。我爸走后，家里恢复了正常。顾安然从书房搬回了主卧，他又开始在家吃饭了。今天想吃什么？好像那2个月荒唐的避嫌生活只是一场从未发生过的噩梦。我没有戳破，我只是看着他。平静的日子只过了1周。周末的早上，我还在睡觉就被顾安然摇醒。老公，快起来，我妈要来了。我睁开眼，看到他满面春风，眼睛里是毫不掩饰的喜悦。我坐起身没说话。我妈说她想过来住一段时间，帮我们调理调理身体。我得去买点菜，妈最喜欢吃我做的油焖大虾。我爸来时不方便，要避嫌；他妈来就是调理身体。多么可笑的双重标准！上午10点门铃响了，顾安然一个箭步冲过去开门，门口站着我的丈母娘刘凤霞。妈，你可算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。顾安然笑得见牙不见眼，快进来，路上累了吧？刘凤霞走进门像巡视领地一样，目光扫过整个客厅。怎么现在才起？我女儿都忙一早上了，你这个当女婿的也不知道帮帮忙。妈，没事儿，沈彻这2天累着了，让他多休息会儿。顾安然转头对我说：“我妈就是脾气，你让着她点儿。”我看着他没说话。刘凤霞被顾安然扶到沙发上坐下，顾安然端茶倒水削水果，刘凤霞翘着2郎腿，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女儿的伺候。女儿啊，这沙发套该换了，颜色太旧。好的，听你的，下午就去买新的。这大白天的屋里这么暗，还有这窗帘太薄了，挡不住光，换掉。听妈的，都换掉。我站在一旁，像个局外人。这个家仿佛一夜之间换了主人。中午，顾安然在厨房忙活，刘凤霞坐在沙发上对着我指手画脚。我不是这个家的保姆。沈彻，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快去干活，别惹我妈生气。我没理他，转身回房间关上了门。我靠在门上，听着外面顾安然压低声音哄着他：“妈，你别生气，沈彻他就是不懂事儿。”我的心一点一点沉入了谷底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订票软件，目的地是我大学兄弟叶慈所在的城市，时间明天早上9点。我按下了支付键，屏幕上跳出支付成功4个字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。第2天一早起床后，看到顾安然和他妈还在睡觉，我悄无声息的洗漱，然后拿出昨天就收拾好的行李箱。我把行李箱拖到客厅，金属轮子划过地板，发出轻微的咕噜声。主卧的门开了，顾安然睡眼惺忪的走出来，他看到我，又看到我脚边的行李箱。你要去哪儿？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质问，好像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。我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。避嫌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去避嫌，男女有别不是吗？什么避嫌？你跟谁避嫌？你这说的什么胡话？老婆，不是你教我的吗？长辈在家里总归不方便，要多注意影响。我们俩待在一个屋檐下总归是不方便的，所以我出去住一段时间，避嫌。沈彻，你别胡闹！我没有胡闹，我是在遵守你给我定下的规矩。我爸在我家住了2个月，你为了避嫌在书房睡了2个月，家里的饭你一口没吃，家里的客厅你一步没进，现在轮到你妈了。我想为了表示对你母亲的尊重，我也应该做到同等的避嫌。你放心。我说完，拉起行李箱的拉杆。我的高铁票是9点的，现在不走就赶不上了。我绕过他走向门口，顾安然终于反应过来，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。我不准你走！他的力气很大，捏得我生疼。我没挣扎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顾安然，放手，别让我瞧不起你。我的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他眼中的怒气，他松开了手。刘凤霞在旁边尖叫起来：“反了天了，真是反了天了！安然，你看看你嫁的好老公，我这才刚来他就要走，他这是做给我看的，他不欢迎我。”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阿姨，你猜对了，
我就是不欢迎你。说完，我不再理会身后的鸡飞狗跳，我打开门走了出去，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，隔绝了所有的喧嚣。我站在门外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空气里是自由的味道。我没有立刻去高铁站，我在楼下的咖啡馆点了一杯饮品，苦涩的液体划过喉咙，让我的头脑更加清醒。果然不出10分钟，顾安然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我没接，他锲而不舍的打，我直接按了静音，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。咖啡喝到一半，手机屏幕亮了，是一条短信。顾安然发的内容很简短，却充满了威胁的意味。我看着这条短信笑了，他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。他不是怕我走，他是怕没人给他还房贷，没人给他当免费的保姆伺候他妈。我慢悠悠地喝完最后一口咖啡，然后站起身走出了咖啡馆。我没有去高铁站，转身重新走进了单元楼。我回到家门口，用钥匙打开了门。客厅里，刘凤霞还在抹眼泪，顾安然则一脸烦躁。看到我回来，顾安然的眼睛瞬间亮了，她以为我服软了。沈彻，你肯回来了，我就知道你只是一时生气。刘凤霞也停止了抽泣，斜着眼看我，眼神里满是得意。我没理会他们，径直走到电视柜前，拉开最下面的抽屉，从一堆杂物里拿出了一个深蓝色的硬壳笔记本。这是我家的账本，从结婚第一天起，家里每一笔开销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顾安然的脸色默默变了，她好像预感到了什么。我拿着账本走到她面前，翻开账本，直接翻到最近的记录。你不是说开销大没钱了吗？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多大。3月我爸来的第1个月，家里总开销4680元，其中房贷3500元，买菜水果日用品总计400元。这其中你从我们共同的储蓄卡里取了2次钱，一共200元，用来给你自己买零食。也就是说，我爸在的1个月，你个人为这个家付出的生活开支是82元，房贷3500元，生活开支160。这1个月你非常自觉，1分钱家用都没拿。你不仅没拿，还从储蓄卡里取了400块，说是要给你外甥买生日礼物。所以我爸在的这2个月，他不仅没花我们1分钱，我们这个家反而因为他的节俭，生活开支降到了历史最低点。我的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客厅里，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，狠狠地钉进顾安然的耳朵里。刘凤霞听得云里雾里，什么账本，什么钱？妈，你别说话。她想来抢我手里的账本，我后退一步躲开了。我翻到最后一页，那是6月，也就是这个月的记录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月，从你妈妈来的那天算起，到今天一共吃2天。第1天你去超市买菜、买水果、买零食，花了370元。今天早上你又取了600块，说是要给你妈买新床单和新沙发套，所有的钱都来自我们的共同银行卡。我合上账本，指尖在深蓝色的封皮上轻轻一敲，账本的封面被我摸得光滑温润。这是我结婚以来一笔一笔记录下的家庭开支，每一个数字都清清楚楚，每一笔花销都明明白白。如今它成了最冰冷也最有力的证据，砸在顾安然和刘凤霞的脸上。你不是说我爸在这儿开销大到你扛不住吗？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。什么账本不账本的？家里过日子哪能不算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？你一个大男人，天天盯着柴米油盐的小钱，传出去不怕别人笑话你小家子气，没有一点男人的格局。他双手叉腰，全然忘了自己刚进门就对我指手画脚，把我当成免费保姆使唤的嘴脸。在他眼里，男人养家糊口、任劳任怨是天经地义，女儿肯夫算计冷暴力却是理所应当。双标的嘴脸暴露无遗。我抬眼淡淡扫了他一眼，那一眼让刘凤霞莫名的心头一慌。阿姨，我记这些不是为了算账，是为了防人装傻。这不是心机，这叫理智。我记账只是为了让我自己活得明白一点，也为了在某些人企图颠倒黑白的时候，能用事实狠狠地甩在他脸上。有些人明明做了亏心事，占了便宜还卖乖，把别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把别人的忍让当成软弱可欺。唯有把账目摆到明面上，把事实摊开在阳光下，才能戳破他们虚伪的面具，让他们无处遁形。顾安然的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，从最初的理直气壮变成了惨白如纸，像极了被戳穿谎言的小丑。他之前那副高高在上、振振有词的模样，此刻像被戳破的气球，瘪得一干二净。他嘴唇哆嗦了几下，张了张嘴，想要反驳，想要狡辩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账本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，每一笔记录都是铁证，他根本无从辩驳。我继续开口，声音依旧平静，却字字诛心，清晰地砸在顾安然的心上。我爸来的2个月，从老家带来了满满一行李箱的东西，院子里刚摘的新鲜蔬菜，自家养的土鸡蛋，甚至连做饭用的油盐酱醋都从家里带来，就怕给我们添一点麻烦。他在这儿的每一天都小心翼翼，生怕惹你不高兴。买菜专挑超市特价的碗式菜，水果只买打折处理的，从来不舍得给自己买一点好东西，就连喝水都只喝家里的白开水，不肯动一瓶你买的饮料。你们年轻人压力大，要还房贷过日子。我顿了顿，目光死死锁定在顾安然身上，看着他越来越慌乱的神情，心底的寒意越来越浓。可你呢？你以男女有别要避嫌为借口，不回家吃饭，不跟他同处一个空间，分房睡在书房，甚至整夜不回家，连一句爸都懒得叫。这2个月你1分钱家用都没有出过，家里的1粒米1颗菜都跟你没有关系，你反而还偷偷从我们的共同储蓄卡里取钱，买奶茶、买零食，给你外甥买礼物，挥霍的心安理得。我爸掏心掏肺对待你，把你当成亲闺女一样疼惜，你却把他当成瘟神一样躲着，让他在自己儿子的家里活得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。可我爸刚走1周，你妈来了，你立刻换了一副嘴脸，又是一大早起来买菜做饭，又是端茶倒水削水果，鞍前马后笑得见牙不见眼，把你妈当成贵宾一样供着。怎么我爸是累赘，你妈就是贵客？
我爸需要避嫌，你妈就可以登堂入室，在这个家里作威作福。我往前一步，紧紧逼近顾安然，身上的压迫感让他连连后退。他眼神躲闪，脸色惨白，双手紧紧攥着衣角，指尖都因为用力而泛白。你别无理取闹，这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就因为她是你妈，我爸就低人一等。就因为你是你妈生的，我爸就活该受你的委屈。顾安然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，你这么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？对得起我爸对你的一片真心吗？我的质问掷地有声，让顾安然瞬间哑口无言。刘凤霞见女儿吃了瘪，立刻炸了毛，一拍沙发扶手：“反了你了，真是反了天了！安然嫁给你是来享清福的，不是让你这么欺负的。我来我女儿家住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轮得到你一个外人在这指手画脚甩脸子吗？”他的声音尖锐刺耳，打破了客厅的安静，毫无半点长辈的样子。我眼神一冷，弯腰从茶几抽屉里拿出一叠提前整理好的东西，甩手狠狠扔在茶几上，纸张散落开来，露出了里面密密麻麻的缴费单、银行消费记录、转账截图，每一张都清晰无比，铁证如山。你凭什么质问我？你凭什么问我凭什么？就凭这些？我爸在这儿的2个月房贷是我一个人还的，1分1毫都没让你女儿出，水电燃气费是我交的，家里的日用品、柴米油盐是我买的。所有的家庭开支全都是我一个人承担。你女儿呢？这2个月她1分钱家用没出，一顿热饭没给我爸做过，一件脏衣服没给我爸洗过，就连我爸给她洗好的衣服，她都要重新扔进洗衣机再洗一遍。她躲着我爸冷落我爸，让我爸受够了委屈和冷眼。现在你来了，她倒是勤快起来了，又是做饭又是伺候，忙前忙后，不亦乐乎。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像我爸一样忍气吞声，我不会任由他和你在这个家里肆意妄为，更不会让我曾经受过的委屈在这个家里上演。刘凤霞低头瞥了一眼那些单据，脸色微微一变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，可她依旧强撑着面子，绷着脖子强辩：“那又怎么样？男人养家糊口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娶了老婆就要养着老婆，孝敬丈母娘，这是男人的本分，应该的。”我被她的厚颜无耻逗笑了，笑声里满是悲凉与愤怒。我养家糊口，孝敬长辈，这是我的本分。可我爸养我这么大，辛辛苦苦把我拉扯成人，来儿子家住2个月，被你女儿当成瘟神一样躲着，受尽冷落和委屈，这也是应该的。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。你女儿双标刻薄，冷漠无情，你作为母亲不教育她也就算了，而纵容她，帮着她欺负我爸，欺负我，你们母女俩真的让我觉得恶心。顾安然终于忍不住了，像是被戳中了痛处，猛地尖叫起来：“沈彻，你非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吗？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”我当时只是觉得不方便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没有故意要欺负她。不方便？那我现在也不方便。你妈在，我不方便吃饭，不方便看电视，不方便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不方便跟你们待在一个空间里。我也学你避嫌。这句话一出口，顾安然整个人如遭雷击，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。刘凤霞也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气得浑身发抖。避嫌？避什么嫌？我住我女儿家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一个大男人跟我们女人避嫌，简直是不可理喻！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我就是故意的。当初你对我爸避嫌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自己不可理喻？你分房睡，不吃饭，不露面，2个月如一日，做得心安理得，觉得自己特别有理。现在我只是照搬你的做法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怎么到了你和你妈这里就成了不可理喻，成了故意针对？顾安然，你定的规矩你自己要遵守。这个家从来不是你说了算，也不是你可以双标任性的地方。我爸受的委屈，我不会让他白白过去。你欠我爸的尊重，欠我爸的道歉，这辈子都还不清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按照你的方式生活。你妈在我避嫌，不跟你们同桌吃饭，不跟你们同处客厅，跟你们低头不见抬头见。你能做得到的事，我也能，而且会做得比你更彻底。我说完，拉开门头也不回的走了。身后传来刘凤霞气急败坏的咒骂声和东西被砸碎的声音。我没有走进电梯，我订的高铁，目的地是大学时最好的兄弟叶慈所在的城市。叶慈当年跟我一个宿舍，一起逃课，一起打球，一起吃泡面。毕业之后虽然不在一个城市，但一直没断联系。高铁到站，叶慈已经在出口等我。他看见我脸色疲惫，立刻上来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我在路上简单把事情说了一遍。顾安然这个人对我爸刻意避嫌，对别人却很热情。叶慈越听脸色越沉，最后骂了一句：“这女的也太不是东西了，换我当场就掀桌子了。”我爸不让我闹，他总说过日子忍忍就过去了。忍个屁！孝顺不是让爸妈受委屈，你爸那是心疼你，怕你为难。可你越忍，他们越蹬鼻子上脸。我没说话，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清楚，我是忍不了我爸小心翼翼，生怕给我添麻烦的样子。那个一辈子要强，把所有好东西都留给我的男人，在女儿儿子家里活得像个外人。叶慈家不大2室1厅，他一个人住，空着一间次卧。你就在这安心住，真想住多久住多久。工作那边要是不舒服，就先请假。
哥们儿养你一阵子没问题。我接过钥匙，心里一暖。谢了兄弟。跟我客气个屁！接下来几天，我暂时过上了不用看人脸色，不用小心翼翼，不用压抑憋屈的日子。白天我正常上班，晚上跟叶慈一起吃点东西，安静的不像话。但顾安然没打算放过我。我离开的第3天，顾安然的电话、微信、短信开始轰炸式袭来。一开始是示弱，沈彻，我错了，你回来吧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对爸爸那样了。这个家没有你不像家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真的舍得就这么散了吗？我知道你委屈。可我们好好沟通不行吗？我依旧沉默。有些错不是一句我错了就能抹平的，尤其是践踏我父母底线的错。见软的不行，顾安然开始来硬的。第4天，他发了一张照片。爸给我打电话了，他问你过得好不好，他怕你跟我吵架。他一直哭说都是他的错，你真的要让爸一直自责吗？看到这张照片，我指尖猛地一紧。顾安然很聪明，他知道我唯一的软肋就是我爸，他想用我爸把我逼回去。沈彻别上当，这女的就是拿你爸拿捏你，你一回去，前面受的气全白受了。他们只会变本加厉。我知道，那你还犹豫？我只是怕我爸真的以为是他害我过得不好。你爸最疼的是你，他最不想看到的是你委屈自己。你回去忍气吞声，他才真的难受。是啊，我爸一辈子要强，他宁愿我硬气，一点也不愿意我为了他在一段憋屈的婚姻里耗死。我放下手机没有回复，但我心里已经埋下了一个念头，这件事不能就这么拖着。我不接电话，不回信息，不回家。顾安然终于慌了，没想到我是真的不打算回去了。1周后，我下班刚走出公司大门，就看见一个熟悉又刺眼的身影。一看见我，他立刻拔高声音：沈彻，你可算出来了！你躲我们母女俩算什么本事？你老婆在家天天以泪洗面，你倒好在外面潇洒快活。你还是不是男人？娶了老婆不回，你想干什么？喂，110吗？我这里有人寻衅滋事，影响单位正常秩序，麻烦你们过来一下。你敢报警？我为什么不敢？你闹到我单位，影响我工作，我没必要忍。你给我等着！我懒得理他，转身就走。背后他怨毒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背上，但我一步没停。当天晚上，顾安然终于不再发那些消息，他发来了一段很长的文字。我看完终于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有恃无恐，为什么敢那么对我爸，为什么笃定我不敢真的离开。他的底牌有3个：第一，房子是婚前我付的首付，婚后共同还贷。他笃定我不想闹上法庭，不想分财产位。第2，工作，他知道我好面子，怕他闹到单位毁我名声。第3，我爸，他知道我孝顺，只要拿我爸施压，我迟早会低头。这女的真够算计的，合着从一开始就把你吃得死死的。我笑了笑，以前总觉得夫妻一场没必要太计较，现在才知道你不计较，别人就把你当傻子算计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真跟他耗下去？不耗，一次性解决。第2天，我请假回了一趟老家，我没告诉顾安然，我只想安安静静看看我爸。老家的院子还是老样子，我爸种的菜长得绿油油的。他坐在小凳子上摘菜，看见我回来愣了一下，然后立刻站起来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。沈晨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想你了，回来看看。我爸眼睛立刻红了，他没问我为什么一个人回来。瘦了，在外面是不是没吃好？一句话，我鼻子瞬间酸了。这世上只有我爸只关心我累不累、饿不饿。吃饭的时候，我爸不停给我夹菜，我终于忍不住开口：爸，上次对不起，让你在我那儿受委屈了。爸不委屈，我只是怕你为难。爸这辈子什么苦没吃过，只要你过得好，爸怎么样都没关系。可是我不想你受委屈。你要是过得憋屈，哪怕表面再好，爸也睡不着觉。沈彻，你记住，日子是你自己过的，不是过给别人看的。爸不逼你忍，也不逼你将就，你好好的比什么都强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最后一点犹豫彻底烟消云散。爸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的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你担心，更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我爸笑了，眼眶湿润，却轻轻嗯了一声，那一声像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。从老家回来后，我彻底卸下了所有顾虑。顾安然见软的硬的都拿捏不住我，刘凤霞去单位闹事也没能逼我回头。母女俩终于撕下了最后一层温和的伪装，开始在背地里动起了歪心思。我住在叶慈家的第10天，收到了银行的提醒短信，我们婚后共同绑定的还款储蓄卡被一次性转走了3万块，那是我留着还房贷备用应急的钱，一分不少全被转空了。我立刻拨通了顾安然的电话，这是我离开家后第一次主动联系她，电话刚响一声就被接通。你肯联系我了，是不是想通了要回来？我卡里的3万块，是不是你转走的？是我又怎么样？这个家本来就有我一半，我花自己的钱还用跟你报备。我妈来了，要买新沙发、新窗帘，还要买营养品，这点钱根本不够用。那是应急的钱，房贷马上要还，你转走了房贷谁还？你是男人，房贷本来就该你还。沈彻，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躲着不回家就能万事大吉。你要是再不回来，这个家的东西我想卖什么就卖什么，想花多少就花多少。我听着他蛮不讲理的话，心底最后一丝对夫妻情分彻底烧成了灰烬。我挂了电话，叶慈凑过来听我说完原委，气得拍了桌子。这娘们简直是强盗！沈彻，你别跟她客气，
直接走法律程序。这种女人留着过年吗？我点了点头，眼底闪过一丝决绝。其实从我拿出账本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做好了离婚的准备。只是我念及多年情分，可现在看来，体面这种东西，顾安然根本不配要。当天晚上，我开始整理所有证据，家里的账本原件、缴费记录、截图，顾安然对我爸冷暴力的聊天记录，他转走共同财产的银行流水，甚至还有当初他嫌弃我爸洗不干净衣服，我偷偷录下的音频。我还联系了当初小区的物业和邻居，有几位热心的阿姨，亲眼见过我爸在屋里小心翼翼不敢出门，见过顾安然躲着我爸整夜不回家的样子，他们都愿意为我作证。所有证据整理完毕，我找了叶慈推荐的离婚律师，律师看完所有材料直言道：沈彻，你这边证据链非常完整，顾安然存在明显的家庭双标、冷暴力配偶行为，甚至私自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。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法院的判决他一定是会偏向于你的。听到律师的话，我悬着的心彻底放下。我不是要争多少财产，我只是要一个公道。而此时的顾安然和刘凤霞还在家里做着美梦，他们以为我只是闹脾气，以为我舍不得多年的婚姻，以为我最终会为了面子和房子低头乖乖回家伺候他们，继续当那个任劳任怨的提款机。他们不知道，一张离婚协议书已经在赶往他们手中的路上。在律师整理材料的间隙，我无意间翻到了家里监控的云端存储。为了我爸在家安全，我之前偷偷装过一个小型家用监控正对客厅，后来因为忙就忘了关掉，云端一直自动保存着录像。我本来只是想调取我爸在家时的录像作为佐证，可翻着翻着，一段不该出现的画面猛地撞进了我的眼里。画面里顾安然穿着性感的睡衣。老王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他离不开我的。那个沈彻就是个软蛋，我妈来住2个月，他屁都不敢放一。等我把他家的房子攥在手里，咱们就彻底安稳了。我手指一顿，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。老王这个名字我有点印象，是顾安然公司的部门主管，比他大10岁，早就成家立业了。我继续往下翻，更刺眼的画面出现了。在我躲去叶慈家的第5天晚上，一个陌生男人进了我家，搂着顾安然的腰，两人亲密地走进了卧室，一整晚都没出来。而客厅里，刘凤霞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像是早就习以为常，甚至还起身给他们削了水果。一瞬间，所有的疑点全都串在了一起。为什么顾安然非要以男女有别为借口躲着我爸？不是真的避嫌，而是他怕我爸在家撞破他的丑事。画面为什么他整夜不回家？不是避嫌，是出去幽会。为什么他急着把我赶走，急着转移财产？因为他早就计划好了，要和那个男人在一起，掏空我的一切，再把我一脚踢开。为什么刘凤霞对他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，甚至纵容？因为他早就知道女儿的勾当，母女俩联手把我当成了傻子耍。我之前还以为顾安然只是双标、自私、不孝顺，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早就背叛了婚姻，把我当成了跳板和提款机。我爸受的2个月委屈，我受的所有憋屈，原来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叶慈看到这段录像，直接骂出了声：沈彻，你要是还忍，我都看不起你！这婚必须离，让他们净身出户，1分钱都别想拿到。我关掉监控，指尖微微发抖，不是难过，是愤怒到了极致的平静。我把这段监控录像原件拷贝出来，交给了律师。律师看完也皱紧了眉头。就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，我们胜诉的概率很高。沈彻，这次你占绝对的主动权，那就正式起诉吧。第2天，律师带着离婚协议书和法院传票，直接送到了我家。开门的是刘凤霞。你们是谁啊？我们家不欢迎外人。律师面无表情地递上文件。我是沈彻先生的代理律师，这是离婚协议书，还有法院的开庭传票。顾安然女士婚内出轨，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对配偶父亲实施冷暴力。沈彻先生正式起诉离婚，要求分割婚前财产，并追回被转移的3万块共同财产。刘凤霞瞬间愣在原地，随即尖叫起来：不可能！沈彻那个软蛋敢提离婚，他是不是疯了？顾安然听到声音，从卧室里跑出来，看到传票和离婚协议，脸色瞬间惨白如纸。他一把抢过文件，手指哆嗦着翻到最后，看到婚内出轨监控录像、转移财产几个字，腿一软，差点瘫在地上。他以为我只是闹脾气，最多只是分财产，没想到我竟然拿到了他出轨的铁证。顾安然喃喃自语，眼神空洞：你们胡说，这是污蔑！我女儿清清白白，是沈彻在外边有人了，想甩了我女儿，我不同意离婚。所有证据都已提交法院，是否污蔑，法庭上见。如果顾安然女士愿意协议离婚，沈彻先生可以酌情考虑财产分割，否则等待你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，还有身败名裂的后果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客厅里传来顾安然崩溃的哭声和刘凤霞的怒骂声。顾安然终于明白，我这次不是闹脾气，是真的要和他一刀两断。他疯了一样给我打电话，发微信消息一条接着一条。沈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出轨，不该转移财产，不该对爸不好。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我们不离婚，我把钱还给你，我把我妈送回去，我以后好好跟你过日子，好好孝顺你爸。沈彻，看在我们夫一场的份上，别把事情做绝，我求求你了。晚了。从他让我爸红着眼眶问是不是添麻烦了的时候就晚了，从他背着我和别的男人厮混，把我家当成幽会场所的时候就彻底晚了。
说完我就把他的号码拉黑，微信删除，从此山水不相逢，恩怨两清。顾安然见求我没用，开始动用最后的手段，发动所有亲戚给我施压。他的7大姑8大姨轮番给我打电话发微信，有的劝我男人大度一点，为了婚姻忍一忍。我没有和他们争吵，只是让律师把所有证据发到了所有亲戚的群里。没过多久，顾安然的亲戚群里就炸开了锅，她的发小闺蜜也私下联系我，说早就觉得顾安然人品有问题，顾安然彻底成了孤家寡人，亲戚看不起她，朋友远离她，只剩下刘凤霞一个人。而我的朋友、同事、邻居得知真相后，全都站在我这边。叶慈更是天天陪着我，帮我跑手续、整理材料，生怕我受一点委屈。我终于明白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公道自在人心。你若是善良孝顺、真心待人，所有人都会帮你；你若是自私歹毒、忘恩负义，所有人都会唾弃你。开庭那天，我和律师早早到了法院，顾安然和刘凤霞姗姗来迟。顾安然脸色憔悴，眼底布满红血丝，刘凤霞则依旧一副撒泼的模样。庭审开始，法官先让双方陈述诉求，我方律师条理清晰地陈述了我的诉求。第一，判令原被告双方离婚；第二，婚前房产归我方所有，婚后房贷部分不予分割，对方存在重大过错；第三，判令对方归还私自转移的3万块共同财产；第四，本案诉讼费用由对方顾安然承担。顾安然的律师则极力狡辩。轮到证据质证环节，我方律师逐一抛出证据。首先是账本和缴费记录，清晰地证明了顾安然在我爸住的2个月里未承担任何家庭开支，反而私自取钱。然后是录音和邻居证言，银行流水证明顾安然私自转移夫妻共同财产。最后也是最致命的监控录像。当法庭的屏幕上播放出顾安然和陌生男人亲密厮混、刘凤霞视而不见的画面时，整个法庭瞬间安静了。顾安然捂着脸崩溃地蹲在地上大哭，刘凤霞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想喊却喊不出来，只能浑身发抖。法官的脸色也沉了下来。顾安然女士，你对婚内出轨的事实是否承认？顾安然哭着点头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所有证据确凿，顾安然无从辩驳。他的律师脸色惨白，再也说不出一句狡辩的话。庭审最后，法官进行调解。你是否愿意给顾安然一次改过的机会？法官大人，我不愿意。从他让我父亲受委屈的那一刻，从他背叛婚姻的那一刻，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可能了。我只希望从此以后永不相见。紧接顾安然抬起头，泪眼婆娑地看着我，想说什么，却最终只是发出了绝望的呜咽。1周后，法院判决书正式下达，判决结果如下：一准予沈彻与顾安然离婚；2婚前房产归沈彻个人所有，顾安然无权分割；3顾安然于判决生效7日内归还转移的3万块共同财产。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，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压在我心头2个多月的石头终于彻底落地。我没有赢到多少财产，却赢回了尊严，赢回了给父亲的公道，赢回了自由的人生。顾安然不服判决，想要上诉。我们还能上诉吗？证据确凿，没有翻案的可能了。他彻底绝望了，只能乖乖把钱还给我，收拾东西从我的房子里搬出去。搬家那天我没去，让叶慈帮忙盯着。据叶慈说，顾安然和刘凤霞走的时候狼狈不堪，刘凤霞还想偷偷拿走家里的家电，家具被物业拦了下来，只能拎着自己带来的行李箱灰溜溜的走了。他们走后，我请了保洁把家里彻底打扫了一遍，换掉了所有的床单被罩，扔掉了所有顾安然用过的东西。我把我爸接了过来，陪着他逛超市、逛公园，吃他最爱吃的饭菜。我爸看着焕然一新的家，看着我轻松的笑容，眼眶红了。就知道你会过得好。爸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让你受委屈了，这个家永远是你的家。离婚后的日子平静而美好，我专心工作，业绩节节攀升，很快得到了公司的提拔，薪资涨了一大截。我把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，按照我爸的喜好，装了宽敞的阳台，种上了他喜欢的花花草草。周末我带着我爸去周边旅游，吃遍美食，看遍风景。我爸脸上重新露出了久违的舒心笑容。而顾安然和刘凤霞日子过得一塌糊涂。顾安然婚内出轨的事在公司里传得人尽皆知，他被公司开除成了行业里的笑柄，再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。那个和他厮混的老王得知他丢了工作没了房子，立刻拉黑了他，回归了自己的家庭，把他甩得一干二净。刘凤霞受不了苦日子，回了老家，却被老家的亲戚指指点点，抬不起头，天天在家和顾安然吵架，母女俩反目成仇。有人把顾安然的近况告诉我，问我要不要可怜他，帮他一把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他今天的一切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。我不恨他，也不怨他，只是彻底放下了。半年后，我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，她孝顺父母，待人真诚。第一次见到我爸，就拉着我爸的手聊天，贴心又懂事。她也不介意我离过婚。我看重的是你的人品，是你对父亲的孝顺，过去的事都不重要。我们慢慢相处，感情稳定而温暖，没有双标，没有算计，没有冷暴力，只有互相尊重、互相包容、互相孝顺彼此的父母。我终于明白，好的婚姻从来不是一方的忍让和付出，而是2个人的双向奔赴。真正的家人从来不会把你的父母当成累赘，更不会用避嫌这种荒唐的借口去伤害最亲的人。离婚判决生效的第3个月，生活正朝着安稳幸福的方向稳步前行。我将父亲接来身边常住，把阳台改造成了他最爱的小菜园，种上小葱、香菜、番茄，嘴角始终挂着踏实的笑意。我与未婚妻宋宇感情日渐深厚，她温柔体贴，
每逢周末便拉着我陪父亲逛街买菜，家里再也没有曾经的压抑与疏离，处处都是烟火气与温暖。那天我下班回家，刚走到小区门口，就被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拦住了去路，是顾安然。不过3个月时间，她早已没了当初精致体面的模样，眼底布满疲惫与怨毒。沈策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那套房子就算是婚前首付，婚后也一起还了贷，凭什么我1分钱都拿不到？还有我妈，她现在在老家被人指指点点，连门都不敢出，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顾安然，法院判决清清楚楚，是你婚内出轨转移财产，对我父亲冷麻辣在先，一切后果都是你自己造成的，与我无关。我不管！我现在没工作没房子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你必须给我钱，不然我就天天堵在你小区门口，让你和你爸都不得安宁。我看着他撒泼打滚模样，只觉得无比可笑。曾经我念及夫妻情分，处处忍让，换来的是他的得寸进尺。如今我及时止损，守住底线，他却还想道德绑架。我拿出手机做事要拨号。林彻，你别太绝情，我知道你现在找了新的女朋友，日子过得舒坦，你就不怕我把事情闹大，让他看清你这个无情无义的男人吗？他清楚是非对错，更清楚你的所作所为。你以为用这点就能升到我？顾安然彻底愣住了，他没想到我早已把过往全盘托出，更没想到宋宇不仅不介意，还坚定地站在我身边。他攥紧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掌心，眼神里的怨毒几乎要溢出来，却再也说不出一句威胁的话。我回到家，父亲见我脸色微沉，连忙上前询问缘由。遇到了一个熟人。我哪没有多说顾安然的事，宋宇看出了我的心事。别为不值得的人生气，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陪着你和叔叔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所有的烦躁都烟消云散。宋宇的通透与温柔，才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藏。顾安然在小区门口碰壁后依旧不死心，他知道我最在意父亲，便把主意打到了出门买菜的父亲身上。第二天一早，父亲像往常一样去小区楼下的菜市场买菜，刚走到菜市场门口，就被冲上来的刘凤霞拦住。刘凤霞比顾安然更加泼辣，她一把揪住父亲的衣袖。快来看啊！他教出来的好儿子，离婚把我女儿赶出门，1分钱都不给，逼得我们母女走投无路。父亲一辈子老实本分，从未见过这般撒泼耍赖的场面，瞬间涨红了脸，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想挣脱，却被刘凤霞抓得死死的。周围的摊主和买菜的居民纷纷围了过来，对着两人指指点点。就在父亲窘迫万分的时候，路过的邻居王阿姨认出了父亲，立刻上前一把推开刘凤霞，挡在父亲身前。你这个老太婆，别在这里胡说八道！谁不知道你女儿做的丑事儿？人家沈策起诉离婚是理所应当，你们还好意思来欺负老人家？王阿姨性格直爽，声音洪亮，几句话就把刘凤霞的所作所为说了个明明白白。周围的人听完立刻调转矛头。对，就是他在这装什么好人呢？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换谁都忍不了，自己女儿做错事还好意思来欺负老人。刘凤霞没想到会被人当众戳破真相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想反驳却无话可说，只能气急败坏地跺着脚。这时菜市场的保安也赶了过来，直接将他赶出了菜市场。再敢来闹事，就直接报警处理。父亲被王阿姨扶着回了家，一进门就忍不住红了眼眶。我看着父亲受了惊吓的模样，心疼得无以复加，同时心底的怒火也彻底点燃。我本想给他们留最后一点体面，他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我的父亲，这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。宋宇连忙给父亲倒了温水，轻声安抚。我则拿出手机调出小区和菜市场的监控，又联系了之前的律师，把刘凤霞寻衅滋事、骚扰家人的证据全部整理好。原来是律师告诉我，刘凤霞的行为已经构成骚扰，只要报警，她就会面临治安处罚。当天下午，我没有丝毫犹豫，将刘凤霞骚扰父亲的全部证据交给了警方。警方根据证据很快找到了刘凤霞，对她进行了严厉的警告，并出具了告诫书。刘凤霞，我现在对你进行口头警告，你如果再敢骚扰人家，我们就会对你进行行政拘留。刘凤霞这才彻底慌了，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进派出所。我保证再也不敢闹事儿。从那以后，顾安然和刘凤霞再也不敢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。林彻，爸以前总怕你吵架，怕你为难，现在才知道人活着就得硬气一点，守住自己的底线，才不会被人欺负。我抱着父亲，眼眶微微发热。爸，以后有我在，谁都不能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解决了顾安然母女的骚扰，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。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中型科技企业，我在技术岗位深耕多年，专业能力一直名列前茅。只是之前因为家里的琐事分心太多，错失了几次晋升机会。如今生活安稳，没有了后顾之忧，我全身心投入工作，接连拿下了2个重要的项目，解决了公司长期未攻克的技术难题。我的能力被公司高层看在眼里，在季度评优时，我被破格提拔为技术部主管，薪资直接翻倍，还拿到了公司的股权激励。同事们纷纷向我道贺，曾经在刘凤霞来公司闹事时对我指指点点的人，如今也都满脸敬佩。下班后，我带着升职的好消息回到家，宋宇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，父亲也包了我最爱吃的饺子，家里灯火通明，暖意融融。吃饭时，父亲不停给我夹菜，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。宋宇也满眼温柔地看着我，为我感到开心。饭桌上，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礼物。这段时间谢谢你们陪着我，以后会更加努力，让你们过上更好的日子。父亲拿着玉镯，眼眶湿润。傻孩子，只要你平平安安，我们就知足了。
叶慈得知我升职的消息，当晚就喊我出去喝酒。我就知道你早晚能出人头地。以前被那对母女拖累，没心思搞事业，现在好了，无债一身轻，事业爱情双丰收，这才是男人该过的日子。酒入喉，辛辣却畅快，我终于摆脱了曾经的阴霾，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而此时的顾安然，他被公司开除后，因为婚内出轨的名声在行业内传开，没有一家正规公司愿意录用他，只能去打零工、发传单做服务员。曾经和他厮混的老王回归了自己的家庭。刘凤霞回到老家后，被亲戚邻居们指指点点，出门都抬不起头，心里憋着一股气，天天在家骂顾安然不争气，母女俩天天吵架，家里鸡飞狗跳。有一次我去外地出差，在火车站偶遇了正在发传单的顾安然，她穿着廉价的工作服，顶着烈日发传单，汗水浸湿了头发。看到我时，她瞬间愣住了，眼神里闪过一丝窘迫与自卑，连忙低下头假装不认识我，匆匆转身离开。我没有上前，也没有丝毫怜悯，路是她自己选的，苦果也只能她自己咽。事业稳定后，我和宋宇开始筹备婚礼。我们没有办奢华的婚礼，只是打算邀请双方的家人和至亲好友，办一场温馨简单的婚宴。最重要的是让父亲开心，让他看到我拥有了幸福的归宿。宋宇的父母都是通情达理的人，他们了解我的为人和过往，不仅不介意我离过婚，还十分欣赏我的孝顺与担当，对我格外满意。两家人坐在一起吃饭，气氛融洽和睦，双方家长笑着商量婚礼的细节，没有丝毫矛盾与分歧，这让我和宋宇都倍感温暖。筹备婚礼的过程中，宋宇事事都顾及父亲的感受，选婚纱、订酒店、布置场地，都拉着父亲一起商量，把父亲当成亲生父亲一样。我带着宋宇回了一趟老家，把家里的老宅简单翻新了一下，给父亲留了一个养老的去处。老家的邻居们看到我带着温柔漂亮的未婚妻回来，父亲站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。他们俩闲暇时，我会陪着父亲和宋宇去公园散步，去超市买菜，去看最新的电影。曾经那个因为避嫌二字变得压抑冰冷的家，如今充满了欢声笑语，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幸福。宋宇会帮父亲做家务，陪父亲聊家常，父亲会给宋宇做老家的特色美食，再也没有曾经的隔阂与疏离。我常常看着眼前的画面，心里感慨万千。如果当初我一味忍让，没有果断选择离婚，没有用避嫌回击顾安然的双标，如今的我恐怕还在让父亲受委屈，还在憋屈的婚姻里挣扎。正是那次果断的止损，才让我遇见了真正对的人，拥有了真正幸福的家。我没有选奢华的酒店宴会厅，而是包下了城郊一处带庭院的私房菜馆，白墙带瓦，繁花绕枝，青石板路蜿蜒曲折，没有喧嚣的应酬，没有虚伪的客套，只有最亲的人围坐在一起，吃一顿热热闹闹的饭，见证我们往后余生的开端。筹备婚礼的那段时间，家里每天都飘着浓浓的烟火气，父亲像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，天不亮就悄悄起床，系上洗得干干净净的围裙，一头扎进厨房，琢磨着婚礼上要准备的老家点心，枣泥糕、花生酥、糯米团子，都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味道，也是他想让宋宇的家人尝尝的家乡心意。我靠在厨房的门框上看着，心里暖得发胀，眼眶微微发热，这才是家该有的样子啊！没有冷眼相对，没有双标刻薄，没有勾心斗角的算计，只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和彼此体谅的温柔。宋宇的父母特意提前1周从老家赶来，两位老人都是敦厚朴实的庄稼人，眉眼间满是和善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挑剔与架子。第一次见面，他们就拉着父亲的手唠家常，从儿女小时候的调皮趣事聊到长大成人的不易，再到往后一家人的安稳日子，越聊越投机。叔父是个不善言辞却实在的人。沈彻，我们把小雨交给你，不是图你有钱有势，就是放心，你这孩子孝顺踏实有担当，以后小两口好好过日子，互相包容，互相扶持，比什么都强。我握着宋宇的手，迎着两位老人的目光，郑重的点头，语气坚定无比。爸妈，我一定会一辈子对宋宇好。宋宇轻轻挽住我的胳膊，眉眼弯弯。都过去了，沈彻，以后都是好日子，再也没有那些让人烦心的事了。我低头看着身边眉眼温柔的女孩，嘴角忍不住上扬，心里满是庆幸与感激。挣脱那段糟糕婚姻泥潭后，最幸运最幸福的是，她不嫌弃我的过往，不介意我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不因为我曾经的糟心事而对我有半分偏见。这样通透善良温柔的人，值得我用一生去守护去珍惜。婚礼当天没有铺张繁琐的流程，没有喧闹嘈杂的排场，只有至亲好友围坐在一起，温馨又热闹。叶慈作为我的伴郎，忙前忙后，比我这个新郎还要激动，额头上渗满了细密的汗珠，却始终笑得合不拢嘴。敬酒的时候，他搂着我的肩膀，红着眼眶，声音都有些哽咽。看着你从那段烂事里走出，一步步走到今天，真替你高兴。以后再也没有糟心事了，你就踏踏实实过日子，一辈子幸福。司仪笑着抬手示意全场安静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新郎的父亲上台致辞。父亲缓缓站起身，接过话筒的手微微有些颤抖。我这辈子就是个普通的农民，没什么大本事，最大的心愿就是我儿沈彻能过得好，能有个知冷知热的人陪着，有个和和气气的家。今天我这个心愿终于了了。宋宇是个好孩子，温柔孝顺，比亲闺女还贴心，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话音落下，全场掌声经久不息。我看着父亲泛红的眼眶和鬓角的白发，心里一酸，快步走上前，紧紧抱住他。爸，对不起，以前让您受委屈了。父亲拍了拍我的背，声音哽咽：傻孩子，
爸不委屈。我又牵过宋宇的手，将他和父亲的手紧紧叠在一起，3个人的掌心相贴，握住了往后余生所有的安稳。婚礼进行到一半，我正陪着宋宇给亲友敬酒，口袋里的手机轻轻震了一下，我掏出来看，是个陌生号码，短信只有一句话：沈彻，我后悔了，祝你新婚快乐。不用想也知道是顾安然，我面不改色的删掉短信，拉黑号码，将手机塞回口袋。宋宇察觉到我的动作，轻声问：怎么了？我握住他的手笑了笑：没什么，垃圾短信，我们去给张叔敬酒。他了然地回我，没有再多问。我的心早已被身边的人填满，过去的人和事再也掀不起一丝波澜。刘凤霞急火攻心垮了身体，母女俩挤在破旧的出租屋里，天天互相埋怨。那个和顾安然厮混的老王早就卷铺盖跑了，连个影子都找不到。走投无路的顾安然曾托亲戚找我，我让亲戚转告他，路是自己选的，后果自己担。婚后的日子平淡却满是幸福。我升任技术部主管，事业稳步上升。宋宇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对父亲更是贴心。父亲爱吃手擀面，他就跟着视频学。父亲关节不好，他每天睡前备好热水泡脚。邻居们都羡慕父亲有个好儿媳，父亲逢人就夸，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。我把老家老宅翻新，又在小区隔壁买了套小户型给父亲住。这辈子从没这么舒心过。婚后第2年，儿子小泽降生，父亲每天抱着孙子不肯撒手，阳光洒下来，祖孙俩的身影暖得晃眼。这天我带着宋宇和孩子去超市，刚走到生鲜区就撞见了顾安然，他头发乱糟糟的，手里拎着个破塑料袋，装着几颗打折青菜。看到我们和婴儿车里白白胖胖的孩子，他瞬间僵住，眼神里满是震惊。我淡淡瞥了他一眼，牵着宋宇的手转身就走。宋宇轻轻捏了捏我的手心，别影响心情。我笑了笑，放心，早就不在意了，他的人生和我没关系。后来听说顾安然的日子更难了，他每天打3份工，凌晨卸货，白天发传单，晚上洗盘子，勉强支撑刘凤霞的医药费。转眼孩子满周岁，叶慈带着妻子过来。行啊，你小子，家庭美满，事业有成，这才是人生赢家。我举杯看向身边的父亲和宋宇，都是托了他们的福。抓周时，孩子一把抓住了小叔，又攥住了工程玩具，惹得众人哈哈大笑。咱们小泽以后一定是个有出息、懂孝顺的好孩子。我蹲下身摸了摸孩子的头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让他们永远幸福安稳。宴席过半，手机又响了，还是陌生号码，我直接挂断拉黑，连一丝犹豫都没有。晚上孩子睡熟后，我们一家3口坐在阳台喝茶，晚风温柔，月光洒在郁郁葱葱的小菜园上。以前总怕你受委屈，现在总算能彻底放心了。安然那孩子是自己毁了自己，你别记恨，过好咱们的日子就行。爸，我早就放下了，以后咱们家只有安稳和幸福。宋宇靠在我肩头，轻声说：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的。我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忽然明白，真正的圆满从不是报复他人，而是守住底线，远离消耗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那些曾经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勋章。往后余生，一家3餐4季，安稳顺遂，岁岁常欢愉，年年皆胜意。